你到底是谁？居心何在？其实我们是一对妖侣，我们缘定三生，怎奈陛下因故早亡，臣妾只能追随到人间，来与您再续前缘了。可别伤到自己了。你不是要与姑共进晚膳吗？还不快去准备？是。姑来此泉宫，发现四处都找不到你。臣妾不知道陛下这么早来找臣妾，早知道就不去御花园晨练了。姑昨夜来的。昨天夜里，臣妾睡不着，就想着去御花园逛一逛，竟然迷了路。夫人，昨夜陛下为了寻您，光是御花园就找了4、5遍。我要说我掉井里了，你信吗？切，思虑这么多，活该陛下叨叨。姑是君主，岂容你对我如此放肆？陛下终于笑了。陛下，玉足城魏显云没了踪影，像是在狱中凭空消失了一般。你对外宣称魏显云死在狱中，我没有受伤，这难道是别人的血？难道我受魔气影响杀人了？陛下恕罪，陛下恕罪！给我闭嘴！皇上面前，岂容你这么毛手毛脚的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陛下恕罪，陛下恕罪！所以我才要经常去人间护师祖的周全。这人还真是的，到哪儿都是祖宗。他既然去了人间做皇帝，难道说他要完成的事，需要靠当上皇帝才能实现？我也不知道，只不过前段时间师祖在溧阳郡微服私访，但遇上了山匪行刺，我才前往相护的。红罗，我就是因为这件事，所以才耽误了和你的见面。你早点说清楚不就好了吗？师祖不让我说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坐拥江山的。庭烨，你不可以就这样去人间。护国那边几乎没有任何灵力，那儿连基本的修仙门派都没有，都是凡人。我们修仙者在那儿都是传说般的存在，老百姓听都没有听过。说重点。此去人间，修为越高，限制就越高。庭烨，你现在是这天地间术法最高强的人，所以你受到的限制也是最高的。在那儿，你只能使用最基本的术法，否则你会痛苦万分，甚至还会遭到反噬啊！无妨，做凡人我熟。还有一事，油盐可能利用彼岸的身躯重返这世间了。什么？凤山之血可以滋养油盐的神魂，况且彼岸消失了这么久都杳无音讯，恐怕……庭烨，师祖是真的很担心你，所以才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况且，现在油盐是藏身于仙魔两地，还是藏身于人世间，都还不知道呢。所以你此次出行一定要万分小心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陪你去。还有，你们不能让他们发现你们的身份，知道了。否则人间大乱，就更麻烦了。我刚打听过了，司马娇在这里比较残暴、好色，嫔妃还挺多的，应该是个昏君。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！退下！退下！陛下，人到了。臣溧阳郡守魏显瑜叩见陛下。臣以为此处闲杂人等繁杂，陛下乃万金之躯，且身边只带了1名宦官，不宜在此烟花之地久留，以防万一
臣特意前来护送陛下回府。司马教还是师祖的时候，外人就说他残暴了，但世人看到的只是表面。至于好色，他现在皇位不稳，可能免不了需要姻亲来拉拢朝臣。这一世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可以接受。我只要他好好活着就行。陛下，不知微臣做错了何事，让陛下生气呀？你出现在此处，就足以让孤生气了。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给孤当街斩了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快看快看，我行了！别看了，前面的让开！别看了，这是谁呀？让开！让开！那不是他自己？都让开！那不是郡守大人吗？郡守大人怎么被自家侍卫压着？是啊。哎，人间的生死自有定数，我们就别多管闲事了。你说能当街斩郡守的会是谁？你的意思是微服私访的师祖皇帝？有这个可能。那我们如果救下他，说不定能带我们找到司马教。陛下，都安排好了。回陛下，已派人在魏显瑜行刑时将其救下。估摸着这会儿已经得手了，正赶回来向陛下回禀呢。这个魏显瑜直接斩杀也不为过。前些日子那出山匪袭击也是他的手笔，可惜被他侥幸逃脱了。他也有了叛心，再次杀我是迟早的事情。如今姑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我们便能顺藤摸瓜，抓住南燕侯的把柄。魏显瑜当年靠燕州大旱囤积居奇起了家，之后又是克扣军饷中饱私囊，又是为了圈地草菅人民，他背后的肮脏勾当可真不少。他一个溧阳郡守，何以能做得了这些？他背后还不是南燕侯那个老狐狸的授意啊？是，南燕侯狼子野心，自陛下幼时起便把持朝政大权和禁军力量，使得陛下势力被削弱，只能在夹缝中继任皇位。陛下自小到大遭待人行刺之事数不胜数，还因此患上了头疾，实在是苦得很。苦又如何？总要有人来守住这护国的万里河山。陛下籍贯在即，在那之后便是拜山之礼，届时那些豺狼虎豹一定会收敛些。哎，你做什么？你看被反噬了吧？条件反射。你别轻易动用灵力了，我来。他们为什么要杀你？是谁下的命令？是陛下。陛下，微臣奉命在码头等候，准备在行刑时救下魏显瑜。可不知为何，突然视线变得模糊，待恢复时，魏显瑜已被人救走了。还不速速去查是何人所为？是。将那身着成衣女子找来。是。
二位女郎请留步。女郎果然花容月貌，气质不俗，怪不得呀。我家郎君在酒坊遥遥见到女郎一面，心中牵挂，于是令我等前来相邀，还望女郎随我前去见过我家郎君。明白了，这是遇见了登徒子，登徒子派人强抢民女啊！不得无礼。我家郎君并无冒犯之意，只想请女郎移步莺燕阁一叙。你家郎君可是司马娇？大胆！岂可是呼郎君名讳？你怎么知道？莺燕阁，好你个司马娇！别冲动，我怎么能不冲动？他不光嫔妃多，逛花楼，出门看见漂亮女郎还派人强抢。你刚刚不是说他变成什么样你都不在乎，只要他好好活着吗？不行了，我忽然之间标准提高了。好了好了，既然现在人已经找到，那我就先回雁城了，剩下的事情靠你自己了。你回去就说我修行闭关了。正式就有劳我家国师代理了。麻烦您带路吧。请。姑娘，易货姑娘，侯爷让我给魏大人传个话，之前山匪作乱之事不成，魏大人需抓紧时机再度下手，否则让司马娇回到宫中便失去良机了。既然司马娇不讲情面，那我也无所顾忌了。为今之计，只能釜底抽薪，请易货姑娘转告侯爷，这一次我必能成功，助侯爷杀了司马娇。魔丹与灵火的气息怎会出现在这里？廖廷燕竟融合了灵火，他怎会来到人间？也好。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休养生息10余载，有些人也是时候去见见了。人找到了。是。
何这么久还没有动静？庭燕师姐怕是掉进了师祖的梦域，若是找不到出口，就会一直困在里面，直至消失。我去打断他们，万万不可！若是此时被外力中断，师祖的灵府会直接关闭，那他们两个都再也出不来了。庭燕，不要放弃。这是司马氏灭族的那天晚上，这是司马教一生噩梦的开始。如果在这里把他救出去，他应该就会在另一种命运里醒来了吧？不，你不能把娇儿带走，你要眼睁睁看她死在这儿吗？娇儿留在这儿还有希望，若你把她从这儿带走，娇儿就会魂飞魄散。那我要如何才能救得了她？灵火，灵火，只有凤山一族的灵火才可以救她。灵火是凤山一族的诅咒，却也可以挽救凤山一族的性命。若是如此，你为何还不动手？他已……火种快熄灭了，我也无法带他回雷鸣山谷。娇儿，雷鸣山谷。若是我带他回雷鸣山谷，是不是能让灵火恢复如初？师祖，庭燕，师祖他怎么样了？你要带他去哪儿？雷鸣山谷。恐怕要引来天雷，才可重燃灵火。但眼下无雷劫可渡，若要引雷，恐怕只能冒犯天道了。如今仙魔两界乱成什么样子了？你们为何不管？司马教替天行道，铲除油盐，你们为何要夺走他的命？你们弹劾天道，凭什么接受世人顶礼膜拜？我还没进入正题呢，这么不经骂的吗？对啊，魔主内丹在我体内，看来我这魔域之人进入仙府圣地，让你这天道很不爽啊！仙也好，魔也罢，都是世间生灵，又有何不同？什么圣体，我偏要出！有本事你就降下99天来劈死我，否则我定要灭了你这毫无慈悲之心的天！我还不能死。
你啊，别生气，真是出息。庭砚，司马娇，你看，不止你能手撕天雷，现在我也威风了。打算吧。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，追爱望尘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自远，弹指间爱褪画面，追爱无缘，惹不安为生时光，你是要将本魔术烧死吗？这个魔术也不过如此。你现在是不是算彻底好了？我上次进你灵府，发现里面好糟糕。要是换成一般人，是不是早就疼死了？我是一般人吗？那便是没事了。都怪我，非要娶什么顾玉武，是我太天真了。在这样的乱世，怎么会有那样的桃花源呢？痴心妄想，还差点害了你。待我将仙魔两界的脏东西都清除干净，你去到哪里都是古玉物。你是要一统仙魔两界？问过魔域老大的意见没有？我的道侣是魔主，我不应该担心此事吧？我这只是捡来的魔主，没有实际话语权的。他们让我当魔主，不过是因为我体内的魔丹，表面上看着听我的话，实际上还得看我表现。魔域就是个强者为尊的地方。你是这天地间唯一能让我不战而降的人，便是至强之人。魔域的人可没那么好糊弄。我会为你把一切安排妥当，你便好生做你的仙羽。你这般为我着想，我也不能当甩手掌柜。我觉得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，打起来最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。要不我们搞个仙魔两族大融合，至于那些顽固分子，留着慢慢整治便是。听你的。公主，
这怎么回事？是师祖和师祖娘娘。司马娇居然没有死，我们的魔主怎么会变成他们的师祖娘娘？我就说，他根本诛灭不了灵火，还跟司马娇勾搭上，你们还要认他当魔主？战争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我与仙府师祖已经商议好了，他会为我们解决魔族缺乏灵脉修炼的问题。此话当真？好事啊，太好了！这对我魔域来说，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大事啊！太好了！有一条规矩需要遵循，只要魔域之人不再挑起仙魔两界的争端，便能同仙府之人一样，靠着灵脉增长修为，从此便不必寻求那些邪魔歪道、吃人取丹的术法。若有不知好歹的挑事者，我们听魔主的。那从此，仙魔之战彻底落幕，往后永不再设结界，相互交通，和平共生。你们也需要以身作则，给仙府以外的子民树立榜样。是。彼岸究竟去了何处？司马娇还真是命大。是凤山血脉的踪迹，找到了。彼岸，终于找到你了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们找了你很久。你不是彼岸。你倒是忠心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想着报信。白竹死了。是，彼岸消失后，我和白竹就循着线索分头寻找彼岸，但就在刚刚，白竹的命灯灭了，魂魄全散。都怪我。我没有和白竹同行，最近仙魔两界的纷争才刚刚平息，眼下各处都很混乱，还有不少想要夺取仙府子民内丹的魔修。彼岸没了防护法罩，他的血气很快就会被油颜的残魂寻到。从他无缘无故的失踪和白竹之死来看，恐怕油颜已经找到了彼岸，想借彼岸之躯复生。这么说来，白竹之死就是油颜造成的。我掘地三尺也要把他挖出来，给白竹和彼岸报仇。还有那些魔域的叛贼们，他们一定是想着油颜可以卷土重来，所以才不肯服庭宴。这个臭魔虫，只剩下一缕孤魂了，竟然还能掀起风波。明离是油颜的心腹，想找到油颜，可从明离下手。至于旁的那些生事的杂草，除去他们，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。你去仙府，找一些有谋略和将才的仙士，最好是了解魔域本土之人，让庭琰挑一些他喜欢的，留在魔域为他办事。如今仙魔两界暂时安稳，也能让那些常年流落在外的仙府子民回家了。念九领命。主上，听说那韩愈和司马娇相勾结，竟然想让仙魔两界合为一体，
那些魔修，恐怕碍于司马教的威逼，只能暂时听命于他。这凤山之人的身体虽能修复我的元神，但我身负重伤，短期之内无法完全夺取他的身体为我所用。我需闭关休养，待我元神修复那日，便可重返世间。可如今油赤已死，您也无法以真身临世。待到这副身躯用尽之时，便又会化作神魂之态了。你不必如此志短。我千百年来不断降世，从不是为了苟活，是为了打开九幽炼狱，让被封印的魔域大军重返世间。届时，我们魔域将会迎来全新的盛世。主上圣明，那廖廷彦也并非主上尤氏族人，这个魔主，他也定做不了多久的。我给你一道魔气，它能在人的欲念里扎根。在我闭关期间，可利用这道魔气助你成事，好好守着魔域，等我回来。是，主上。如何？你是来帮廖廷彦抓人的？我父亲曾经告诉我，魔主内丹只能由尤氏血脉传承。阿燕是外星人，她亦可融合内丹。我为何要告诉你？国师可以选择不告诉我，但这样一来，我会带你去见司马教，让他来问你。国师和仙魔主与我常家有恩，风起不是忘恩负义之人，但我也绝对不会让阿燕有事。告诉你也无妨。你说的没错，没有外力相助，廖廷彦根本不可能融合魔丹。你若是想启动常家秘法助他融丹，需要散尽修为。只是他已然被司马娇收买，便是魔域背叛之人。我劝你啊，还是不要费心救他，不然只是成全了司马教罢了。师父，师兄，庭院徒儿，你这是在给自己准备嫁妆？对啊，司马教说，为了方便我们日后见面，给我打造了一座雁城，秋叶带山，寒沙迎水，带营山到孤群山脉为止，都属于我了。他送我这么一个大礼，我也得还他一个才是啊。我想来想去，送他一个求亲最好了。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我看，那条黑蛇也是个留不住的。怎么了？你不是给穆尼生一个将军做吗？黑念九现在对他谄媚得很。穆尼生啊，他心中有丘壑，
最适合做将军了。你聪明，鬼主意又多，做我魔域国师怎么样？这样念九不得天天围着你转啊？我可以试试。不过我可不是为了让他围着我转啊。真的不是。好。我找红罗。念九，你刚化成人形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过，感情是需要慢慢培养的。但是我忘了跟你说后半句。当感情培养的足够多的时候，该决断的时候，你就要当机立断，不要错失良机。加油！红罗，有事吗？这是我在清谷天带来的启灵花蜜。我听说这个东西可以丰盈肺气，滋养气魄。我想，或许它能够帮助你忆起一些前尘往事。我不喜欢吃甜的。红罗，我知道你又要拒绝我，可是这是我的一番心意啊。当年是你给了我名字，让我动了心，从此我的心里就有了羁绊。但那个时候，我刚刚化作人形，我没有注意到，你是一个会把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的女孩。对不起啊，这么多年，让你一个人受了这么多委屈，咽下了那么多的苦楚。所以这次，我想让你甜甜蜜蜜的过。红罗，听上去，我们的过去还挺跌宕起伏的，感觉跟听说书一般。我要花蜜。怎么样？喜欢吗？还行吧。只是还行。这城有什么特别的吗？这里每一件物品，每一个景观，你都曾见过。这是你我出世以后所有的记忆。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才发现，比起这城，子藏当权，我有件仙魔共荣之大事，要与你一同商议。你可还记得我之前所说的
仙魔之间分批游学互访活动，你觉得如何？麻烦，容易生出事端。那不如先办场喜事，活跃一下气氛。如今有何喜事？也不知仙魔两界和亲，散不散？你这是在向我求亲吗？你这是在向我求亲吗？你要这样想，我也无法反驳。你敢戏弄我？那我们什么时候成亲？既然你都开口了，自然是越早越好。也不用那么快啊，我没有那么着急。是吗？我处不及，先出击。看来燕城的仙魔融合颇有成效。要是世上每一处都如此祥和，那该有多好！你倒是愈发有魔域之主的样子了。蜜粉蒸糕，清蒸鱼块，烧花肉丸、酥皮蜜果，你怎么知道我心心念念这一口的？那这是否完胜你所熟悉的美食街啊？完胜完胜，这样我不用出门就能吃到天下美食了。你简直是我肚子里的蛔虫。大胆，竟然敢称我虫！阿燕，好久不见。娇娇，你来做什么？阿燕的内丹无法与魔丹融合，继续下去，她会死的。我能帮她。你如何能帮她？我们常讲，有融合内丹的功法，或许可以一试。明离在哪里？上一次见他是在魔域山林，现在或许已经逃了。你的灵火印记怎么怪怪的？你的伤不是痊愈了吗？无妨，只需要休养就行。原来不也这样吗？你无需担心，眼下最要紧的是你的内丹。你也不要太紧张。风起说了，还有得救。风起，你真的愿意救我吗？阿燕，上一次我骗你去了白骨院，是我利用了你的信任。对不起啊，但是这次我只想弥补，请给我一个机会。娇娇，要不再给风起一个机会吧？他本性不坏的，他只是被利用了。况且，如今唯一会洗魂的噬千驴已经死了，在你的真言之誓下，他也说不了谎。
风起，那融合内丹之事，就麻烦你了。我定会全力以赴。如何？并无什么不适，只是暂时稳住了。但这魔主内丹太过强劲，想要彻底的融合，还需要一些时日。我去给你熬些汤药，巩固一下。你要不还是看看内丹？两颗内丹已经开始融合了。看来是误会风起了，他能想通最好。我始终觉得，这消息来得太过轻易。不会的，我们往后的日子都是好日子。从前竟不知道我们仙府还有此等仙品。哼，这酒如何就产自你们仙府了？我们魔域也有此等美酒。真是好笑。且不说今日这宴席上的所有灵石，皆是我们师祖所寻，还有这等灵气充沛的美酒，你们魔域怎么会有？你们魔域有的，恐怕只有那装神弄鬼的巫蛊瘴气吧。你再说就是。你这魔修，竟敢对本将军动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今日在燕城设宴，是为了庆祝仙魔的安定。你说你们如此行事，难道是想违背师祖，还有魔主的嘱咐啊？好了，今日时候也不早了，都各自回去吧，不要再生事端了。是。听到没有？跟我走。是。魔将大人放心，今日这口恶气，我们必定找机会撒出去。对，功臣仙府有什么了不起？不过都是些道貌岸然的绣花枕头。方才也是我一时冲动，主上守夜不易，让他过2天安生日子吧。若真想在仙府面前扬眉吐气，就他娘的带着自己那1亩3分地的子民活出点样子来！走走走走走。是。
此伤的确是牛三主将的死因，是赤将军的功法所为。石恒河，我就知道你趁我们主将醉酒杀了他，卑鄙，无耻下流，杀人卑鄙！此时无中生有，赤安河就算要杀人，也定会明刀明枪的杀个痛快，何必遮遮掩掩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狡辩？红额念酒。这是他们产生的怨念，怕是只有我能看到。我呸！你们先父之人，这都是不养内情的叛逆色！实际上呢，都是些敢怒不敢当的俏梁小丑，落魄无罪。有本事你把我全人头一起送回皇城吗？啊，不出来！卑鄙小人，竟然对魔族平民百姓动手！此人明明是自己摔倒的，放屁！你体内这魔丹颇不安定，扰得你心神不宁，内力冲撞，这才令你倍感不适。而且师父，我内观之后发现，体内这魔丹大了不少。应是与你提及的怨念有关，仙虚灵气，魔及恶气，那些怨念会助长你体内的魔丹。随着魔丹愈强，一旦其胜过了你自己的内丹，会令你渐失心智，难以自控。那岂不是我全然受这破丹控制，做了什么自己都不知情？可有解决的法子？为保你性命，魔丹已经开始与你的内丹相融，再难将其拔出。两丹不融合，我会没命；融合了魔丹，又会因怨念而变得危险。如今之计，恐怕只能先解决牛三之案了，平息两界怨念，或许能暂时稳住魔丹。这只是权宜之计，为师定会为你寻得医治的法子。师父，此事找到解决法子之前，不要告知司马教。他重伤初愈，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心。若要证明牛三主将是否为赤将军所杀，并非难事。只不过，若要验证，便已将赤将军置于不义之地。为了尽快平息民怨，赤将军可愿自证清白？本将坦坦荡荡，自是愿意。我将用搜魂之术，让各位看看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你再说句试试！你
这魔修竟敢对本将军动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今日在雁城设宴，是为了庆祝仙魔的安定。你说你们如此行事，难道是想违背师祖，还有魔主的嘱咐啊？魔将大人放心，今日这口恶气，我们必定找机会撒出去。对，功臣献俘有什么了不起？不过都是些道貌岸然的绣花枕头。哎，行，走。是。我倒要你们看看，谁才是绣花枕头。君子不趁人之危，等你尿完了，再给你好好比试比试。带本将军去哪儿啊？告诉他，本将军还能再喝。你给我出来！赤将军，我还能再喝3天3夜。你怎么样？喂，看来最关键的记忆消失了。杀害牛三主将那人所用的功法，看着与赤将军的功法一致，但内里气息却与我体内的魔气相同。念九，你与我顺着牛三身上那道伤口上的魔气踪迹，去寻找明离的下落。他与此事脱不了干系。是。你以为吞了魔丹就能成为魔主？别妄想了，迟早你会变成我的傀儡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刚刚不是在殿内休息吗？怎么到了这儿？阿燕，红罗。这外面街道上冷冷清清的，恐怕此事若不解决，这雁城都快要变成空城了。红罗，给，我感觉牛三这件事背后并不简单。我知道，你是觉得有人在背后暗中作祟，唯恐天下不乱。不止，我怀疑真凶真正的目标是我。啊？雁城大乱那日，城内民众的怨念滋养了魔主内丹。我师父说过，随着魔丹的壮大，我会见识心智受他所控。所以今日我时常心情烦躁、怨恨，甚至会失去部分记忆。怎么说呢？就好比今日，我上一刻在殿内，下一刻我就出现在酒楼了。我甚至不知道我怎么过来的。我这2日内观，发现魔丹几乎快将我自己的内丹吞噬了。什么？司马娇知道吗？说他知道我内丹出了事，定会急得不得了。我不想他担心。那风起呢？你有没有问过他？雁城宴会第2日，他便向我提出去鬼城平乱。我当时想着他可能在雁城不自在，便让他去了。不行，再拖下去，你非被那魔主内丹控制了心智不可。我这就送信去鬼城，把风起叫回来，你等着。